眼眶。会长出一双翅膀，和从前的我相比，有一种光。公子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是吗？可能我研究解药太过于忘我，没休息好。为什么要骗我？别生气，我只是为了尽快通过钓鱼试炼。毕竟，只有了解到最真实、最直接的中毒感受，才可以尽快研制出解药。我什么都……你还在撒谎！对不起。值得吗？当然值得。你是我最重要的人。以后不准再骗我了。不管发生任何事，我们一起商量，一起决定，不要再一个人逞强了，好吗？我以后不会再骗你了。就算做了错事，做了傻事，你可以打我，可以骂我，甚至可以用刀杀我，但是我绝对不会再骗你了。那你呢？什么？你会骗我吗？我对公子绝无二情。
怎么不叫我？这月宫潮气重，入夜又凉，你小心，别受风寒。还让你照顾起我来了。你身体感觉怎么样？有变得更难受吗？难受倒是没有，只是我发现这毒会让内力紊乱，只要运功，毒气攻心的速度就会越快。那你尽量不要运功，有任何事情都告诉我，让我来。对了，你现在身体感觉到最明显的症状是什么？是灼烧之热，还是刺骨之寒？是冷，四肢最为明显，类似赤脚站在冰上发麻的刺痛感。没有打扰二位吧？把这盖上。这些你都看完了？速线算是看完了。哦，有收获吗10月的特性，我已经查明白了。这本典籍之中，记录了一种毒药，其症状以月相时辰为始末，周期变化，以半月为期，损益现象层层递增。而且，这种毒药非常有趣，它会根据中毒者自身体质和内功，而自动变成2种截然不同的毒药：灼热的烈毒，或者冰冷的寒毒。因此，解法也不同。你们为了增加试炼难度，篡改了毒药的名字，给了它一个听起来比较唬人的新名——食星之月。但这个毒药真正的名字叫半月之影。半月之影，没错。所以我们解药的时限是半个月。不错，只用了1天就知晓毒为何物，你是目前为止用时最短的人。多谢岳长老提醒。我可没有提醒你，不要乱说。这半月之影需熬制成丸，直接吞服才有成效。有七蛇花、尸虫脑、姜蚕和关键药引。这书倒好，关键药引这一页被撕去了。不然呢？要全部让你看了去，那还考什么？药材种类浩如烟海，你把这页撕去了，那岂不是让食星之月变得无解了？能够解开无解之毒，才是挑战。那我得问岳长老，要个东西才成。哦，我想问岳长老，再要2颗10月，方便我研究缺失的成分，这不算违规吧？当然不算。风蜡。这几本书里还讲到了不少药材的药性，你都吃透了吗？例如，吴姜。吴姜，性平味苦，有治咳血之功效。那解毛呢？解毛，性热味辛，主治心腹冷痛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只认真是过目不忘。尸虫脑为剧毒，会造成内力乱行，武功尽废。
待血毒到达心脉后，就会暴毙而亡。姜蚕服用后会气血不顺、呼吸不畅、通体发寒，气蛇化则会导致心腹绞痛。这些症状我都出现了。那被撕掉的最后一味药引，会是什么呢？筋骨之味，这味道有点像苦心草，难道是苦心草？苦心草毒性微弱，服用后虽有咳血的功效，却也有治疗体内淤寒和淤血之效。10月即为毒药，应该不会还有解药类的草药。我也没有咳血的症状啊。这几本书里还讲到了不少药材的药性，你都吃透了吗？比如吴姜，吴姜也可以治疗咳血之状。那解毛，解毛，对症的是心腹冷痛。我知道了。可是，这最后一味关键药引究竟是什么呢？关键药引，关键药引。阿云，你说什么？关键药引，关键药引是虫卵，腹股之引。虫卵。虫卵。虫卵。你训练出来的那个妹，能力出众，才貌双全。可惜啊，连个消息都送不出来。最后还是得靠着我那可怜最低阶的赤的帮忙，你才能拿到这个。游戏才刚开始，时间长了，你急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公园纸暗器藏片的样本和构造图纸。不攻不破，不惊不喜。你那神通广大的赤给你送来的什么？你不用知道。不公平。你都知道我的了，谁让你的手下技不如人呢？下次，如果他帮忙带出东西，你就知道我拿的是什么宝贝了。你这么逗弄其他海亚大人，不好吧？无所谓。对了，紫衣姑娘，你楼下多了2条狗，好像会咬人呢。那是宫门的御阶侍卫，乔装成仆人来盯梢的。
早就发现了。那你还留着他们？哦，我懂了，还是紫衣姑娘你厉害。看来宫门有人要被狗咬了，真倒霉。雨公子，松兰花、芝山龟、迎香附、解毛、吴姜。照这个方子去拿药材。是。啊，对了，我还需要一些寒刀石。啊？是月宫里蚊虫鼠蚁太多吗？要不要帮公子换新的被褥？你还懂医术啊？知道寒刀石可以驱虫。月宫的人多少都懂一些吧，让大人见笑了。我取药去了。你来做什么？替雾姬夫人取药。为何不让下人来取？宫门内乱，侄人不放心，让我亲自照顾。药包给我看看。芷公子请便。不用了。多谢芷公子。不对。有何不对？这是胆木，不是吴姜。两者外形相似，但吴姜内柱为棕色，且有点状皮孔。恭喜执刃。你在考我？小人不敢。用胆木冒充吴姜，是岳长老对执刃的突击小考。恭喜执刃顺利通过。这是您要的吴姜。雾姬夫人喝完药了吗？你查的怎么样？根据医馆的出诊记录，2年前并没有大夫去过山谷出诊。那这个邻居为什么要撒谎呢？也可能是出诊记录被修改了。线索又断了。哥，你刚让我查过大夫去旧城山谷外出医诊的记录。今天我去医馆，金凡也在查。这么巧？哥，你到底在查什么？在查贾管事。贾管事？谷中据点之前送来消息，说贾管事的妻儿失踪了。那金凡为何也查这个？贾管事的儿子患过重病，据说是2年前被宫门大夫治好的。我猜他也想查查看，这里面有没有可疑之处。哥，你翻看医书也是为了这个？将死之人突然起死回生，又变得力大无穷，确实可疑。想到什么了？没啥，我刚想多了。
不可能的事。治病只能对症，解除病灶而已，不会突然力大无穷的。那都是民间传说中的话本。看来有必要找个时间去后山问问岳长老了。哥，你去后山，可以顺便打探一下公子与闯第二狱的进度。打探不打探，都改变不了结果。哥，就不担心吗？若他是废物，则无需担心；倘若他真有本事，那也无需担心。松兰花、芝山龟、迎香附、解毛、吴姜，半熟之水熬制，这是做药饮。等等，子羽大人真是聪明，知道要用寒刀石。你是怎么猜到药丸里面有虫卵的？秘密。好吧。岳长老，这解药对吗？我过关了吗？对与不对，服下便知。还得服下？这是当然。别怪我没提醒你，你用的这几味药，药性都非常猛烈，搭配在一起，更是凶残，可能会比十月更折磨人。岳长老，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：在服用百草萃的情况之下，若是再吃了10月，还会中毒吗？百草萃对10月无效，你若是吃了10月，也一样会中毒。
公子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是吗？可能我研究解药太过于忘我，没休息好。为什么要骗我？别生气，我只是为了尽快通过钓鱼试炼。毕竟，只有了解到最真实、最直接的中毒感受，才可以尽快研制出解药。我什么都……你还在撒谎！对不起。值得吗？当然值得。你是我最重要的人。以后不准再骗我。不管发生任何事，我们一起商量，一起决定，不要再一个人逞强了，好吗？我以后不会再骗你了。就算做了错事，做了傻事，你可以打我，可以骂我，甚至可以用刀杀我。但是，我绝对不会再骗你了。那你呢？什么？你会骗我吗？我对公子绝无二情。